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那么今天比特币继续维持震荡，但是我们在 AI 困云图上观察到以太坊、Solana 和 BNB 纷纷出现了反弹。我们认为反弹过程当中，以太坊出现了领涨行情。那么以太坊的领涨呢，我们首先要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。那在这个交易对上，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欧。在4小时级别上，我们看到有悟空阳线、八戒阳线、沙僧阳线和未来预期有可能出现的唐僧阳线。如果唐僧阳线一旦出现的话，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将会观察到4小时级别的50日均线、10日均线将会上穿144日均线、169日均线，这是更大时间级别反弹信号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在日线级别上，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它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，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跌破。跌破之后呢，下方出现黄金坑，在黄金坑的位置上，我们观察到一波大幅的反弹。这波大幅的反弹让以太坊在前面的一段行情当中出现了领涨，出现了$4000以上的以太坊。但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一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欧，让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领跌行情。领跌行情之后，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，时间级别切换、方向切换，日线级别下跌细欧完成之后，会有4小时级别反弹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短暂的反弹走势。我们回到比特币和 USDT 的这个 K 线当中，那这个 K 线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，接近近焦点的区域上，是我们认为可能会发生变盘的区域。因此呢，比特币和 USDT 可能会很快将会变盘。那这个变盘的方向，我们认为是有可能回踩一下$60,000到$62,000呢。回到这个区域也是前面行情当中箱体的一个下边线，同时呢也是144日均线、169日均线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支撑位。所以呢，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目前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，但是呢这个下跌趋势仅仅是日线级别的。同时呢，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，可以看到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欧启动时间早在今年3月份移动出现信号悟空阳线之后，后面的 K 线我们认为是一组干扰性 K 线。干扰 K 线完成之后，我们认为上方对于周线级别的比特币来说，上方是有八戒阳线、沙僧阳线、唐僧阳线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欧没有经历调整，因此呢，这轮次调整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欧悟空阳线出现之后，做了一个延迟性的调整。但调整之后呢，只要比特币不跌破$62,000，不在周线级别上跌破$62,000，我们认为它仍然有继续上行，走出周线级别上方八戒阳线、沙僧阳线、唐僧阳线有这样的一个预期。同时呢，这轮行情我们也观察到了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非常类似、高度类似于以太坊的走势的。在4小时级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 BNB 相对于比特币走出了一个类似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细欧。然后把时间级别打到日线级别，可以看到 BNB 和 BTC 在大周期上仍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。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，可以更明显的看到这种趋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周线级别 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走悟空阳线、八戒阳线和目前的沙僧阳线。对于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，在未来可能会走出唐僧阳线。如果一旦出现唐僧阳线， BNB 将会出现领涨行情。那么 BNB 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，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继续维持了它的强势。在日线级别上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，在前面的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突破，那突破之后呢，回踩的原因呢，是由于 OKEX 暴雷之后带动了整个 CFI 交易所平台币出现快速下行。那么下行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 BNB 是时上走出了日线级别下跌细欧，回到了前面行情当中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，并且呢，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画出前面的把颜色调一下调成白色，可以看到前面是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，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方框是代表近焦点区域发生变盘。随着行情的变化，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推后到7月中旬，那么意味着7月中旬之前会有发生变盘的可能性。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。
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看日线级别关键性的支撑位。首先呢，我们认为下方$540是箱体的下边线，同时呢，箱体下边线附近我们也可以看到黄色线的144均线正在上移上来，因此呢，对于 BNB 本轮行情调整的底线就是在$540附近，也就是箱体下边线和黄色的144均线附近。所以呢，目前 BNB 虽然经历调整，今天反弹也不错，但是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。那么在接近变盘的这个区域上，如果能够跌入我们刚才指出的$540黄金坑附近，是一个比较好的建仓的位置。同时呢，这轮行情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山寨出现了暴跌血洗，跌幅惊人，但是呢，仍然有一些山寨是处在一个稳定的、相对的稳定的状态。这里面包含了我们这轮行情、这整轮行情当中一直提到的 UNI。我们可以看到UNI 在$3.6是一个低点，低点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。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区域上是一个变盘的区域。我们看到这个变盘区域首先发动了下跌反弹之后，再次二次回踩形成了一个 W 型的底部，那么$3.6是它的一个整轮行情绝对的底部。看到疯狂上涨，从$4涨到$17，涨幅达到400%以上。由于美国的 ESC 起诉了 UNI， 所以呢，我们看到 UNI 快速下跌，从$17.0跌到$5.9，然后呢，在底部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，反弹上来之后，在高位的$11到$9.8这样的一个区间形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收敛三角形，然后发动假突破下跌回踩144均线。今天我们看到重新回到筹码密集区，证明 UNI 目前它的走势非常健康。这个收敛三角形持续到末端，我们认为变盘将会产生。同时呢，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，可以看到早在5月20日这周，对于 UNI 来说，本轮行情已经启动了它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。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，后面的行情我们认为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这组干扰性 K 线我们看到$11到$9之间形成了干扰性 K 线，但是悟空阳线的开盘价，这个开盘价在$7.6，始终没有跌破的情况下，我们认为悟空阳线是一个启动信号。那上方对于 UNI 来说，我们线西游战法有8阶阳线、上层阳线和唐僧阳线一组上涨的一个预期。那么目前日线的巨幅波动对于 UNI 来说影响很小，它的原因是目前 UNI 是 DeFi 板块成交量占比达到85%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币种。对于 UNI 来说，反复强调本轮行情有可能的目标点位是在$100。那么好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。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